1分39秒278。6月22日，浙赛公布了第42次赛道圈速榜测试，凯迪拉克 CT5V Blackwing 刷新了浙赛4门轿车圈速的记录，超过了保时捷911卡雷拉 S、奔驰 AMG GT63 等一众的赛道猛兽，打破了大家美系车只适合跑直线的刻板印象。在浙赛上刷榜的 CT5V Blackwing， 咱们的车迷则更习惯叫它黑翼版。今年3月，全球首台黑翼交付，成交价26.5万美元，比兰博基尼的小牛还要贵上不少。为什么 CT5V Blackwing 能贵过小牛？在国内猛推的 CT 系列又有什么样的故事？ CT5V Blackwing 中的 CT 表示 Cadillac Touring， 是对凯迪拉克 Cadillac 车型的致敬。从车系的传承来看， CT5 实际上是 Cadillac 车型的第5代版本，而系列中的 V 则代表着凯迪拉克品牌的高性能车型。黑翼则来自于凯迪拉克家族的徽章，族徽上有一只名为 Merlet 的黑鸟，这只黑鸟也是凯迪拉克性能工程巅峰的代表。CT5V 黑翼作为凯迪拉克性能车系列中最生猛的车型，在引擎盖之下搭载了一具 6.2 升 V8 的 LT4 机械增压引擎。在国外媒体 Car and Driver 的测试中，以2分49秒的成绩超越了宝马目前最昂贵的 M5 CS， 可以说是把极致的动力和极致的操控诠释的淋漓尽致。但其实 CT5V 的前世今生也是坎坷许多，也印证了一句高考必备文章：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120年前，亨利·利兰以美国汽车城底特律的创始人 Antoine de la Motte Cadillac 的名字创立了世界上最早的汽车品牌之一——凯迪拉克汽车公司。他们从创立之初就有着世界标准的口号，早在1914年就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台量产 V8 发动机，1930年还率先把汽车工业领入了 V16 的时代，可以说是把发动机玩到了极致。咱们熟悉的5星上将麦克阿瑟也是凯迪拉克 V16 的车主，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男人鲍勃·卢茨，他创造了欧洲和美国最好的运动符号，是宝马3系的开发工程师之一，还在 M 部门进行过研发，并且当时的宝马在考虑去掉代表性的双肾格栅。身为董事会成员的卢茨积极阻止了双肾的取消，而才华横溢的他还在被通用挖来后缔造了鼎鼎大名的阿尔法平台，为后来凯迪拉克 V 系列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并且在08年就说了汽车的电气化是不可避免的。在90年代，美国年轻人对汽车的喜好逐渐从豪华转变为运动，凯迪拉克也暂时褪去了昔日顶级美式豪华车的光环，把购买凯迪拉克当作潮流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他们的视线都被当时在美国市场呼风唤雨的日系车讴歌、英菲尼迪等运动豪华品牌所占领。光英菲尼迪一个品牌就在1995年实现了 13.93% 的增长，梅赛德斯和宝马也正在蚕食所剩无几的高端市场。加之第3次石油危机的爆发导致的原油价格暴涨，作为大排量汽车代表的凯迪拉克也首当其冲。1986年到1996年之间，年销量从30万4057台暴跌至17万0379台，市场份额跌掉了40%。彼时的凯迪拉克的母公司通用集团非常的慌，一时病急乱投医，直接把集团旗下卖得不错的另一个品牌欧宝旗下的 Omega 车型给改，加上凯迪拉克的外形元素就上市了。顾名思义，就是我抄我自己，总不算抄吧。这就是 CT5V Blackwing 致敬的对象，凯迪拉克 Cadillac 系列的诞生。诞生于危难之中， Cadillac 车型一出生就肩负着挽救整个品牌的期待。1996年，凯迪拉克公布了他们的 Cadillac 车型，这个基于 LSE 打造的入门款车型。平心而论，凯迪拉克真的也不是脑袋一拍就选择了引入车型，精挑细选了欧宝的 Omega， 第一代 Omega A 还被选为1987年的欧洲年度汽车。在凯迪拉克拿来第2代 Omega B 之后，在配置上也丝毫不吝啬，搭载了 3.0 升 L81 V6 引擎，最大马力200匹，5钥匙进入 HomeLink 无线控制系统，全车 BOSE 音响，可以说凯迪拉克在这款入门车型上能上的都给上了。在纽约时报上还有报道解释了 Cadillac 诞生的意义。凯迪拉克希望其新的以性能运动为导向的豪华车 Cadillac 来夺回被别的品牌所抢占的年轻消费群体。而这款面向年轻市场的运动车型还请到了超模辛迪·克劳夫来代言，但却事与愿违，最终购买的买家大部分还都是上了点年纪的年轻人，还是觉得这个造型的设计减少了一丝丝凯迪拉克的灵魂。最初凯迪拉克对 Cadillac 生命周期里在美国总销量的预估至少12万台，但截止2001年停产，这5年的实际销量却没有达到理想值。也就是在 Cadillac 逐渐式微的同时，设计部门却在悄悄改变着凯迪拉克的未来。1999年，他们在底特律车展上公布了一款使用全新设计语言的概念车 Evoque， 设计师 Wayne Cherry 明确了边锋的造型思路。他们把灵感的来源定义为战斗机，并选择了在当时甚至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都充满科幻色彩的 F117隐形战斗机作为设计参考。最终概念车锋利流畅的线条也没让大家失望。后来在2000年公布的由设计师 Simon Cox 根据对钻石切
切割的结构，设计出的 LMAG 概念车型更是完美诠释了凯迪拉克钻石切割设计的语言，并成为了凯迪拉克下个世代的设计来源。经过 Catera 车型不算成功的尝试之后，2002年基于 Evoque 概念车设计的凯迪拉克 CTS 正式宣布了它的诞生。它继承了 Evoque 上的线条，干脆流畅，来源于 F117的科幻感在 CTS 上也被体现得淋漓尽致。CTS 是基于凯迪拉克 Sigma 平台打造的，而 Sigma 平台是通用旗下集团除了 GMD 平台之外的第二个凯迪拉克专有平台。后驱架构的 Sigma 还同时适配了4轮驱动和加长轴距，在市场上的适应性更加的优秀。2004年还使用 Sigma 平台打造了 STS 车型，后更名为 SLS， 作为凯迪拉克的第一款加长轴距车型在国内销售。CTS 还在2002年被北美年度汽车奖所提名，当年 Catera 未完成的任务被一并交给了 CTS 来完成。凯迪拉克也成功从同时期的宝马、奔驰、雷克萨斯等一众豪华品牌中脱颖而出。他们趁热打铁，在04年推出了 CTS 的高性能版本 CTS-V， 用来对标 M、2S、AMG 等一众厂商的高性能版本车型。但在这家用车的外表之下，凯迪拉克塞进了一颗 GM LS 5.7升 V8 发动机，功率高达400马力。这个发动机同时还搭载在美国跑车科尔维特 C5 Z06 上。CTS-V 不仅账面数据优秀，披着4门家用车外表的它在赛道上也毫不留情。汽车媒体 Hot Cars 报道了2004年第一代 CTS-V 在纽博格林北环8分19秒的单圈成绩。CTS 的成功让凯迪拉克的销量从2002年到2004年实现了3连涨，再次让 V 这个从30年代就代表着凯迪拉克的标志再次被大家所熟知，还出现在了经典科幻电影《黑客帝国2：重装上阵》里。经过第一代 CTS 的大获成功之后，2004年凯迪拉克在紫禁城太庙前宣布正式进入中国市场，开始被我们所熟知。中国也成为了凯迪拉克全球第2的市场。2008年，深圳。上汽通用凯迪拉克在港口的一艘航母上隆重推出了全新第2代的 CTS， 以全进口的方式引入中国，在外形上面依旧传承了凯迪拉克钻石切割的设计语言，细化了车身的线条细节，还有更大的格栅、更纤细的前后灯、新的辐条轮毂等。相比第一代来看的话，会更年轻化和运动化，车身尺寸也大了点。好在的是轴距没有改变，依旧是2880毫米。同时 Sigma 平台也更新到了第2代，原本也在使用 Sigma 的 SRX 和 STS 相继更换了制造平台。所以这第2代的 Sigma 可以说是为了 CTS 量身定制的。凯迪拉克还打造了酷配版本和 Wagon 车型的 CTS， 给它增加了更多种的可能性。而第2代 CTS 的性能版本 CTS-V 解决了第一代在剧烈加速下会发生轴跳的问题。6.2升 V8 LSA 引擎让它能够爆发出556匹的动力和747牛米的扭矩，并在纽博格林赛道上用7分59秒32的成绩超过了奔驰 CLK63 AMG、宝马 M3 E92， 创造了量产4门轿车的记录，粉碎了8分钟魔咒这个萦绕在纽博格林赛道上多年以来量产房车绝对无法超越的禁锢。在14年 CTS 第3代还荣获了 Motor Trend 的年度汽车奖，并被汽车媒体 Car and Driver 列入了10佳的榜单。时光荏苒 ，CTS 的继任者全新换代的 CT5 在2019年的纽约车展上亮相。跟他的老大哥不一样的是，他使用了凯迪拉克的全新设计语言。我们得把视线移到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原石滩，在这里每年8月都会举办蒙特雷汽车周，而原石滩作为压轴的汽车秀，他们会展出各个时代的经典车型，供人们大饱眼福。像去年就有劳斯莱斯银色幽灵、布加迪57SC，还有第一款使用跳灯的车 Colt Model 810等等一众经典老车。2006年，凯迪拉克就在这里展出了他们的 Escala 概念车，外形融合了凯迪拉克标志性的艺术与科学的概念，还有对现代设计的探索。溜背造型的设计也是在致敬40年代凯迪拉克的快背美学。所以尽管当年在场的有兰博基尼 Miura、布加迪凯龙，但是 Escala 的概念车仍然是场中最特别的存在。凯迪拉克的全球总裁 John Denaskin 也说了 ，Escala 是我们设计语言迭代的声明，也是未来凯迪拉克车型的技术概念。全新设计的 CT5 继承了 Escala 概念车的神态和 CTS 的运动基因，使用的是通用阿尔法平台，可搭载从 2.0 到 6.2 升8种不同的动力总成，还兼容4驱和后驱2种不同的动力分配方式，结构重量分布也接近50:50。这些设置让阿尔法平台在底子里就是运动的高手，安装在 ATS、CTS、CT4 和 CT5 上。另外，我们在电影变形金刚系列里最熟悉的大黄蜂用的也是阿尔法平台。在动力模块上，基础版本 CT5 全系都搭载了 2.0 升 LSY 涡轮增压发动机，5000转的时候就可以爆发出237匹的马力。后续推出的 CT5V 车型搭载的 LGY 双涡轮增压 V6 发动机，更是直接把马力提升到了360匹。而这次刷爆这赛的 CT5V 黑翼版更是夸张，6.2 升激增 V8 发动机，经过改进后的进排气系统能提升46%的进气效率，提供了668匹的马力和893牛米的扭矩。
把极限速度拉到了322公里每小时，这就叫做排量级正义，马力级意义。最新一代的 CT5 也继承了 CTS 和黑翼版本的特点，铂金型和尊贵型车型都配置了在家用轿车中少见的运动四件套。另外还有 CT5 的豪华型，即便没有运动四件套的属性加点，但凭借着阿尔法平台50:50均衡的车身重量分布、RWD 后驱系统的搭配，依旧能带给我们相当优秀的操控和驾驶乐趣，同时也没丧失作为四门轿车的实用性和舒适性。ANC 主动降噪静音技术在日常可以提供安静的驾驶环境，云电子架构系统让 CT5 也比以往更加的智能。而蓦然回首，凯迪拉克自1902年创立开始，就在引领汽车工业一项又一项的潮流。第一台 V8，唯一量产的 V16，在发动机上的成就直到如今还被世人所铭记，设计上也丝毫不逊色同时代的欧洲汽车。在人类对太空充满好奇的50年代，凯迪拉克就用一款 Sixteen Special 引领了美国汽车尾鳍设计的热潮。进入新时代后的凯迪拉克虽然经历过些许的彷徨，但他用 CTS、CT5 证明了自己在美国汽车工业上的地位，充满了美式的浪漫和力量的同时，也一直在秉承着标志上写下的那句世界标准。